不觉得巧合吗？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天上6代机起飞了，海里4川舰下水了，陆地上机器狼群跑起来了，就连舞台上语数的人形机器人也跳起来了。现在再加上个 DeepSeek， 这到底是想干什么？如此密集，如此反常，背后就一定有着特别的原因。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大家好，我是夜班财经。先说结论，为了给我们内部的经济提供增量，这次我们是要在全球范围内，注意是全球范围内重新切蛋糕了。而当下就是我们千载难逢的机会。其实从2018年开始，这个世界就已经没有增量可言。在随后的几年时间里，互联网停滞，房地产崩盘，全球贸易停摆，所有人玩的都是存量博弈。也就是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作为全球最大的2类投资标的，中国的房地产与美国的科技产业走向了2条不同的道路。我们的选择是长痛不如短痛，主动刺穿房地产泡沫，打压以房地产为代表的金融资本，倒逼他们给实业资本输血，以此来推动科技制造业的发展，属于是破釜沉舟的打法。所以我们会发现，19到22年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硬件科技投资热潮，语数科技的 A 轮融资，以及最近几年快速成长起来的很多硬件科技企业，实际上都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而美国那边则是选择以时间换空间，用加息释放甜头，以及吹捧元宇宙等概念，先稳住金融资本，并不断吹大泡沫来换取更多的资金，通过烧钱与堆时间的方法寻求科技爆发。如果成了，这套打法自然会成为经济学中的经典案例，当然失败了也会沦为庞氏骗局。其实美国这套路子并没有错，因为科技产业本身就是其优势所在，其基础研发能力与各国有着代际差距，所以在当时看来，慢慢搞不但来得及，而且是很安全的策略。事实也是如此，在 OpenAI 亮相的那一刻，美国的这套模式就是成功的。它可以有1万种理由说我无人机不行，我机器人不行，那是因为我不想搞，甚至是6代机我也没有兴趣，因为我只想发展我的人工智能。但现在的问题是，最后的遮羞布也没了，故事也就圆不上了。而最可怕的是，这一切来得毫无征兆。众所周知，我们的地产与老美的科技堪称全球资本市场2大泡沫。我们为了刺穿房地产泡沫，前前后后准备了10几年，可谓是有备而来。即便是这样，也不敢说处理的完美。而老美那边现在是既拿不出来有代差的新产品，短时间内又不能编造出来一个和元宇宙一样的新题材，就算是花高价给绿卡，把 DeepSeek 团队全部都挖到美国也没有用，因为这已经不是一个产品的问题了，而是一场全球资本对美元资产的重新反思。其实在资产估值上，过去我们一直是很吃亏的，因为我们的财富本质上都是靠着廉价劳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的，而这种低端产业在全球金融资本看来就应该是低估值的。再叠加房地产的离场，连短期套利的机会也都没有了，长此以往就会让我们的经济陷入到估值越低价值越低的恶性循环里。存量市场就是一个跷跷板，钱从你这里离开就会跑到别人那里。而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在科技领域里密集出招，就是想趁美国交接之际，将美元资产与人民币资产重新拉回到一条起跑线上。美国也不会束手就擒，一方面美元资产苦心经营了几十年的领导地位不可能这么轻易的就交出去，而另一面由于事发突然，很多金融资本大佬还没来得及撤退，因此美国很有可能会在最近的2-3个月内搞点幺蛾子。而方法无非那么几种，要么是制造局部紧张，亦或是又突然实现了某项科技突破之类的，至少要撑到大佬们的资本从美元资产中撤离。当然这里面还藏着另一种打法，熟悉孙子兵法的朋友应该知道，所谓为之必缺。最近一段时间我们出手是比较狠的，不仅仅是在科技领域，在贸易领域里也是多有出招。我在往期视频里说过，我们本轮的核心目的并不是想置其于死地，而是想让其让利。至于能不能成功，只能说尽其在我，听其在天了。这时候我们不得不佩服巴菲特老爷子的狠辣眼光。美元资产是否真的值钱，人民币资产是否真的不值钱，这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所有人都要思考的问题。而最近黄金的上涨则反映了当下全球资本的犹豫与恐慌。站在全球资本的角度来看，除了中美以外，能配置的资产就只有黄金和现金了。而在很久以前，巴菲特早已空仓看戏，可能那个时候他就已然洞察了一切。这时候很多人会说，这宏大叙事和我没有关系，不影响我月薪3000，但实际上一旦涉及到蛋糕的分配，股价、房价，甚至是每个人的薪水、报酬、生活成本都会随之而起舞，甚至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经济节奏。那么人工智能的爆发到底会对我们普通人在哪些方面产生影响？我们的经济又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这个我们后面接着说。